各位朋友啊，美國的專業軍事雜誌剛剛出了一篇文章，他們呢對於中國的六代機進行了一番評價，他們呢把这個歼36視為呢中國六代機的最高的成就。那有人說，那人家那個沈飞的那個歼50呢？那歼50不是也很科幻嗎？全动一尖儿，是吧？那这個飛起來那像飛碟似的，对吧？那麼靈活，為什麼殲36啊它的評價比殲50要高呢？因為殲36是一個破壁者，這是中國的國之重器啊！來，請大家看一下。殲36是中國自主研發的第6代戰鬥機，由成都飛機工業公司設計。該戰機於2024年12月首次公開亮相於成都郊外的一個試飛場，並迅速成為全球焦點。國外網友甚至給它起了一個霸氣的外號，重新定義空戰的怪物。殲36採用無純翼飛翼融合體設計，機表覆蓋第3代納米晶級隱身材料，在可見光與紅外波段實現視覺消失效果。3維巨石狀尾噴管設計，配合柔性蒙皮技術，在保證雷達紅外隱身的同時，賦予戰機正負30度的矢量偏轉能力。一體成型的水滴型座艙蓋採用金屬鍍膜技術，內部搭載 AR 全景戰術頭盔，空情數據與威脅矢量即時疊加顯示。兩台渦扇19桿型自適應變循環發動機，均用推力達 12.5 噸，開啟加力時突破18噸。獨創的冷熱模態切換技術，讓殲36同時擁有 2.8 馬赫極速與2500公里超音速巡航半徑。在矢量推進與氣動控制的協同下，實現70度每秒的順盤角速度，配合前緣渦流發生器，即使在70度大迎角狀態下，仍保持完美操控性。主戰艙配備6點裝超遠程 PI-21 採用雙脈衝固體發動機，射程突破400公里。側彈艙創新性使用電子彈射架，確保格鬥彈在 1.2 秒內完成發射準備。機首搭載量子雷達與光電複合系統，配合天基衛星面，可同時追蹤60個空中目標，並引導24枚導彈實施攔截。匹載豬籠 AI 系統具備深度學習能力，在電子對抗環境中 0.3 秒內即可完成威脅排序與戰術方案生成，飛行員確認後自動執行規避反擊全流程。破壁者殲36踏空而來，率先吹響6代機10代號角，無尾飛翼加矢量噴管，解鎖極致隱身與超級移動，超遠作戰半徑直達關島，超遠打擊範圍直逼夏威夷，超大副步彈艙加無人機蜂群，直接從炸彈卡車升級為空天母艦，從平流層到對流層，全都是佔據絕對統治力的空天霸主。它是中國空軍從跟跑到領跑的現實答案，更是直接改寫未來空戰規則的破壁者。就首款3發重型6代機殲36，視頻信息量較大，建議大家關注收藏。先說最直觀的體量，殲36有多大？通過和半飛戰機殲20對比，可以看出它的翼展接近20米，長度超過22米，起飛重量可能在55噸以上。這是什麼概念？要知道，一架 F-35 滿油滿彈起飛，重量大約30噸，而殲36幾乎相當於2架 F-35 的體量。但殲36之所以要造得這麼大，並不是為了好看，而是為了裝油、裝彈、裝發動機、裝電子設備。據推測，殲36光是使用內油就可以讓它在不靠加油的情況下連續飛行3000到6000公里。如果你把地圖攤開，從中國沿海算起，這個距離已經覆蓋關島，也就是說，美軍過去認為最安全的後方關島機場也開始進入到我們的戰術壓力區。但光飛得遠還不夠，真正把殲36和5代機拉開代差的是它罕見的3發布局。但很多人疑惑，為什麼要用3台發動機？難道雙發推力不夠嗎？是的，但不至於此。第一方面是為了推力冗余，其中2台發動機可以實現全速巡航，多出的第3台则可以負責賦能和穩定，就像一輛重卡在高速上始終留着余力。第二個方面才是更關鍵，便利需求。如果說5代機比的是隱身和雷達，那6代機真正比的是能量夠不夠用。殲36需要同時開啟大功率探測系統、強電子壓制設備、超遠距離通信鏈路，此外還要維持對無人機群的持續遙控指揮。這些東西放在一起，就像一個空中的電力黑洞。如果沒有多出來的一台發动機，根本撐不住這種高強度的用電負。比方說 F-35 的發電量撐死了也就能夠維持一个大功率微波炉的水平，而殲36這多出來的一台發動機
能讓它在10000米高空的發電功率達到兆瓦级，相當于把一座小型發電廠搬到了天上。这意味着當對手為了省電不敢開雷達的時候，殲36可以像開着遠光燈一般，肆無忌憚地用電子干擾把對方的雷達屏幕給燒成鐵塊。這在電子戰層面就是赤裸裸的降維打擊。接下來是外形，沒有垂尾，這是殲36最顯眼的特徵之一。很多人會問，沒有尾巴怎麼飛？其實問題應該反過來問，為什麼以前一定要有尾巴呢？答案是為了穩定，但代價是暴露。雖然垂尾可以讓戰機更好的控制方向，但在雷達眼裡，它就是一塊豎着的粉末板，而殲36乾脆就把這塊板子拆掉，用更複雜的矢量分口控制方式來換引申。這樣一來，無論正面還是側面，整體輪廓都會更乾淨啊。因為如果你把雷達想象成一盞探照燈，那殲36就像是把所有容易反光的稜角都磨平了，燈再亮也很難照出清晰輪廓。說完外形，說內置，殲36的殺手鐧在肚子裡。它的主彈倉長度接近8米，這個尺寸意味着它能裝下所有類型的空導彈，包括射程超過400公里的霹靂17遠程空導彈以及高超音速對海對地武器。也就是說，當美軍的一架加油機在遠海巡邏時，它自以為很安全，但殲36在它雷達的探測範圍之外，就可以直接對其進行火控及鎖定。當我方導彈點火發射的時候，敵方的告警屏幕上甚至還沒有發出警告。這種打法不是拼機動，而是拼誰先站在規格之外。但你要是以為殲36只是個遠程投彈平台，那就低估它了。真正讓它進入6代機範疇的是它的雙座設計和指揮能力。2名飛行員並排坐，不是為了聊天，而是為了分工，一個負責飛行，一個負責指揮無人機和處理戰場信息。在未來的空域裡，可能同時會有幾十上百架飛機，甚至會出現幾百個信號源。如果這些都讓一個人處理，就算技術再先進也會過載。而殲36的第二個座位本質上就是一個空中指揮官，他面對的不是一架飛機的戰鬥，而是一個區域的博弈。而這就引出了殲36最關鍵的定位，無人機指揮官。他可以在安全空域裡指揮多架隱身無人機前出侦察、誘敵，甚至直接攻擊。這時候對方雷達上突然出現10幾個目標，有的高速逼近，有的低空繞行，有的反復橫跳，有的無人機衝上去撕咬敵人的防空網，消耗敵人的導彈，但敵人並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誘餌。而殲36本體卻始終在雷達邊緣保持安靜，只通過信息鏈路控制戰場節奏，保證絕對安全。這種打法就是利用我們無與倫比的工業產能優勢，用廉價的無人機去置換對手昂貴的有人戰機和防空導彈，這在成本和交換比上就是一場必勝的戰爭。再把視角拉遠一點，殲36的出現會直接改變區域空戰的體系結構。過去美軍依賴的是加油機和預警機把戰鬥機送得更遠，讓戰鬥機看得更清。但現在問題來了，殲36的出現使得加油機必須後撤1000公里，這時候戰鬥機還能不能飛到戰區，預警機還能不能前出探測都成了大難題。但殲36專門針對的就是這些高價值支點，它不是追着戰鬥機打，而是直接拆你體系的地基。並且殲36之所以會在這個時候出現，就是因為空戰邏輯已經徹底變了，從拼單機性能變成拼誰的體系更完整，誰的節點更安全，誰能在更遠的距離上完成發現、決策和打擊。殲36不是取代殲20，也不是否定隱身戰機的價值，而是在更高一層把有人機、無人機、遠程武器和信息網絡捏成一個整體。如果說5代機解決的是能不能進場的問題，那殲36解決的是進場之後誰說了算。所以當你再看到殲36在天空中試飛的時候，它帶來的不只是一個關於6代機的想象，而是關於一個時代的空戰邏輯。它將不再是一架孤立的新機，而是未來空戰規則的一次提前亮相。它告訴所有人，下一階段的制空權不再屬於飛得最靈活的那架飛機，而屬於那個能看得最遠、算得最快、帶着整個體系一起行動的空中大腦。從此以後，距離不再是安全，隱身不再是護身符，單機性能也不再決定勝負。未來，當一架殲36就足以撬動整個空域的空戰節奏時，制空權的定義就因悄然改變。而且這一次規則的制定者站在東方。